现在越来越多人来日本旅游了，不管是第一次来的，还是已经来了2、3次的人，第一站不是景点，而是先冲去买东西。各大的药妆店、百货商场和便利店，就连这款布丁都有人装个10几20个的带上飞机。虽然怎么说呢，它也是我的最爱。总之啊，要是你来之前没有做过任何攻略是不行的，甚至还有人专门空着箱子来进行一次大采购。我作为一个来日本很多次的人，早就过了疯狂扫货的那个阶段，所以这次呢，以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，为什么日本会让人产生如此大的购物欲。尽管你是个从来不爱购物、从来不爱买东西的人，一旦到了这里，就像有一股魔力让你心甘情愿掏钱。当然，这个视频不会说的特别的深度，我只会去分享一些我观察到的现象。我认为日本的整个商业环境在旅游消费上做得非常聪明。你只要走在东京新宿、池袋、大阪的新斋桥、道顿崛，那里的药妆店一条街比一条街密，一家接着一家，每家店的门牌都挂着巨大的牌子，写着 tax free， 字体大到你根本不用凑近都能看到。这种视觉上的刺激在无声的向你招手，哎，快过来！有些店呢，甚至都还没有开门呢，就已经开始排队了。我这次在京都的几天呢，每次经过这家店都排满了队。像很多这种热门商品呢，一到货就会被抢空。你想买吧，可能还得多去几家店碰碰运气。一天下来呢，你这双腿没有走废的话，就算我的。另外，像唐吉诃德这种大型综合的免税药妆店，你一走进门就会看到墙上、架子上挂着各种播放屏，正在循环播放网红博主 Calvin 老师的推荐必买清单。这些推荐视频呢，很多都是中文配音，所以呢，就算你是第一次来，完全听不懂日语的，也能靠着这些熟悉的中文迅速知道该买什么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大家来日本肯定是多多少少做了功课，里面的商品多到让人眼花缭乱，每个都被摆放的很密集，所以你第一次来购物的人，要是没个1、2个小时是出不来的。除了免税本身就具有诱惑力以外，那么日本的汇率也让很多游客更愿意多买一点。很多大型商场和百货公司呢，和特定的平台合作，比如你注册某个 APP 或者是刷指定的信用卡，就能拿到5到10%甚至更高的返现，或者是会让你注册会员也会便宜。这些活动看上去像是作为游客的我们占了便宜，但实际上呢，有些优惠券是必须让你达到一定消费数额后才能起效。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，很多人觉得既然来都来了，那这免税又划算，汇率又那么好，那就多买一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这些促销、返现和汇率叠加以后，他们就不只是单纯让你省钱，而是在放大你买东西的合理性。你会认为买这双鞋子、买那件衣服都是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。在日本购物最大的不同呢，除了是价格的优势以外，还有它整个的过程、氛围和服务，让你觉得这钱花的值得。先说服务本身吧，几乎在大部分店里呢，遇到的都是态度非常耐心且尊重你的店员。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大部分人哈，不排除有个别带有偏见眼光去打量你的人。从顾客进到店里的那一刻开始，他们都会预判到你的需求，就算你什么都不买，离开店门前也会客气的迎送你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我去一家烤肉店，吃完后要搭乘电梯下楼，都会有店员跟出来给你做一个深鞠躬，送你离开。一开始呢，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为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。正因如此，会让我心里产生一种无论如何这一笔饭钱是花的值了。再来讲一下他们的购物动线，你走进任何一家三越、伊势丹、高岛屋、大丸百货这样大型的综合性商场，基本可以从早逛到晚，从服饰、家居、美妆、文具，最后还有他们地下超市里面的甜点和熟食，真是应有尽有。当然了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大型商场，但日本的商场布局特别的密集，而且种类和品项的覆盖度很高，特别适合要在短时间内集中采购的人。还有一点值得说的是，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对于商品包装和陈列特别讲究，哪怕是在普通商场里，那些日常商品也被摆得像礼盒一样整齐。橱窗里的巧克力、蛋糕、
卷和便当盒全部都看起来特别精致又很卫生，我就算不买来吃，当靠一眼望过去，这些包装统一被摆放的整整齐齐，就会让你忍不住停下来多看几眼。所以他们真正厉害的地方呢，并不是卖什么，而是怎么卖。他们让每件普通的商品包装的像是特别被珍惜的礼物，就为了让你停下来多看几眼。如果你这段时间刚好在日本逛街，可能也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直观的现象，只要是热门的商品，总有人在排队，也永远买不到啊。然而这些新货一上架就立刻被抢空，不一定真的是因为它有多好用，而是因为它很难买到的限定商品，这就足以让人对它产生额外的兴趣。一旦这种信息被人看到后，就会在朋友圈和小红书上迅速被散播。一旦你搜索日本必买的旅游攻略，总会看到留言说这款超级难买啊，来晚了就买不到。哪怕你本来没有计划要买的东西，也会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好机会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被贴上地域限定这4个大字，就在日本几乎成了消费魔咒。比如三丽鸥的产品，对，我承认本人就是 Hello Kitty 的脑袋，所以呢就以三丽鸥为例吧，几乎在每个城市呢都有它不同的限定款商品。比如东京的上野店卖的是熊猫头的购物袋，在其他城市我几乎就没有看到。还有一些特定的颜色和款式只有指定的城市里有售卖，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，它会先以稀缺感和限定去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，再以消费者对于这一牌子的文化认同感和收藏爱好，最终再通过社交媒体的宣传去达到品牌影响力和客户的忠诚度。这就很容易发生一种叫做消费共振的心理，不是你真的需要这个东西，而是你看到别人都在买了，看到别人还买得很开心，就和在街上喜欢看热闹一样，和你毫无相关的事情你都想停下来观看一阵子。还有一些让人恶心的代购和黄牛，他们的加入后呢，是会加速这件商品的稀缺恐慌，从而也让商品本身的价值被扭曲。普通的消费者买不到，商家呢就不得不采取商品限购的规则。很多人来日本呢，都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消费模式，一落地后就开启了雷达的模式，眼睛时刻观察着街上的每家店，从药妆、零食再到杂货，一个都不落下。而且90%的人早在出发前就已经从各大平台看过日本必买清单。这种模式背后呢，是有几个共通的心理逻辑。第一，就是难得来一趟的心态，肯定是想着能多买就多买点，担心这次错过了就没有的恐惧感。第二，就是我们都拥有代购化的购物思维。我相信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，不只是为了自己买，还要帮亲戚朋友带，还有一些是顺便囤货。第三呢，则是被氛围推着走。当你走在新宿或者是心斋桥上，看到所有人手上都提着大袋小袋，商店门口排队的人络绎不绝，就会激起你的好奇心。我看到一家排队长的餐厅，也会停下来看一下它到底究竟有什么好吃，值得那么多人排队。最后我想说的是啊，这些购物行为呢，它没有错，因为每个人出国旅行肯定只想带一些只在这里才能买到的东西。如果你看完这些视频呢，有那么一瞬间你对购物这件事情多了一点思考，就已经足够了。我们不需要完全断绝购物欲望，但可以学会有适当的判断力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